奥布敢于与联合和普兰特叫板，他真的有那个实力吗？高达 C 的中的奥布以中立理念为本，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在剧中多次与联合和扎夫特叫板。很多人好奇了，奥布一个小小的岛国，他究竟为何这么硬气？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 C 的宇宙中，大多数地球势力都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现实原型的，比如以北美为主导，并在开战后吞并了南美合众国的大西洋联邦；比如横跨欧亚大陆，以俄罗斯和欧洲诸国为主的欧亚联邦；比如以中日韩为主的东亚共和国。他们都算是有借鉴，注意我的用词啊，是借鉴2000年那会儿的国际形势而创作的虚构势力。可奥布却不太一样，它的领土是虚构的，在现实地图上不但找不到这块地方，它的国家原型啊更是根本不存在。按照设定中描述的奥布是以日本移民为主创造的国家，次要的成员是中国移民和韩国移民，算是赤道上的小东亚共和国。奥布许多东西的命名啊也非常的日系，比如剑域雷神号、村雨、辉夜等等。用现实世界眼光来看啊，这就是一个脱离了美国掌控的，以科技研发水平为特色，以中立为外交手段的日本人理想中的日本。这里咱们就不深入讨论了啊，回头评论区里边又吵起来了。奥布的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制的一种，主要决策层呢是5大氏族，并由他们选出代表首长，即剧中的乌兹密。我还是喜欢他以前的叫法啊，胡子密，非常形象贴切。同时呢，奥布也有由国民选举出来的上议院与下议院，不过话语权不算太大，主要决策权还是在5大氏族手里。而这5大氏族呢也不是永久的，如果遇到断绝家族关系或脱离奥布的，就会被降为下级家族。在联合与扎夫特开战后的第2天，胡兹密就发布宣言，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态，奥布都将坚持独立中立，并遵循不侵略他国、不容他国侵略、不介入他国纷争的理念。同时，奥布也向自然人与调整者国门大开，在对外合作上允许国内企业与他国进行民间合作。可是胡兹密也知道，在 MS 兵器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奥布如果没有能力造出自己的实战用 MS， 中立理念也自然无法坚持下去。于是呢，便悄悄与联合合作，开发 GAT 系列 MS。所以你说他中立理念贯彻的好吧，他确实跟联合搞军事合作了。你说他违背誓言吧，他这么做又是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以便更好的贯彻中立理念。所以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但是从政治立场上来说，联合那边算是看到了蛋壳上的缝儿。毕竟奥布是个岛国，国土内的资源本就不怎么丰富，国家之所以富裕，主要是靠着较强的科研开发水平以及不错的工业能力，才得以让国民过上富庶的日子，甚至可以建造出质量加速器，以方便卫星殖民地的建设。可归根结底，奥布离不开联合所提供的资源，也离不开调整者所带来的科研红利。虽然胡兹密还在位时，这个缝儿能够让他堵得住，可是当胡兹密与一众硬派管理者集体玉碎以后，在第一次奥布守卫战中被打怕了的5大家族便开始向联合抛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融入到联合之中。从第一次奥布守卫战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虽然奥布有着相当数量的量产 MS、M1 一端，也有着相当雄厚的近海以及海岸防卫配备，但它终究是个岛国，战略纵深就那么点儿。面对联合的正面进攻，别提 MS 登陆战了，就是一上来一波导弹雨下来，就足以把奥布的防护网打得千疮百孔。在巨大的体量差距之下，你 MS 那一点点的先进性显得是那么软弱无助。而且就算有大天使号以及自由高达这样的顶级战力支持，只要地球联合派出相应的王牌部队，也使得吉拉他们难以改变战局，最后不得不放弃国土，卷铺盖跑路。而第2次奥布守卫战中，奥布自身的实力更加雄厚了，可变形机体村雨在近海防卫战中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还有拂晓这样的高造价指挥官机用于提振士气。就算是这样，也主要是靠终端机的援护才守住了国土，而且更确切的说啊，是坚持到了 Logos 的逃亡。毕竟扎夫特这边的撤退命令是塔利亚舰长主张的，如果无视 Logos 已经不在奥布这一事实，扎夫特真的打下去，靠终端机那点下降部队以及奥布本土那已经到达承受上限的防御部队，估计沦陷也是迟早的事儿。所以说啊，奥布敢于跟联合和扎夫特叫板，从2次守卫战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绝对不是对自己军事实力的盲目自信，更多的是胡兹密早期与联合和扎夫特的商业合作关系以及所提供的技术贡献，让两边的人都不敢随便动弹。当然了，也只是在他俩不想招黑的前提下，真打急了，科队把赫里奥波利斯扬了，
能怎样？黄毛下令把奥布国土给占了，又能怎样？在没有足够军事实力的保证前提下，奥布的中立理念一直是靠政治博弈来赢得生存空间的。其实压根就不存在奥布想要硬刚联合和扎夫特的情况，2次交战全是形势所迫。有人可能会提第1季与第2季的决战中奥布的表现，哈哈，拉倒吧，人家终端机才是决战的主角，奥布不过是区参战国罢了。只不过奥布代表是卡加利，才显得戏份多了。大家可千万别把终端机和奥布划等号哈，具体终端机是啥，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C 中的大天使号被称为大灾星号，它真的是赔钱货吗？很多人想不通啊，联合军花大价钱研制出的最先进的战舰大天使号，一路上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运回总部，怎么说卖就给卖了？他们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赔本，你算算大天使号这一路上赔的本，就知道拿它当诱饵，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心疼了。本期视频由于要基于现实社会中的货币来对剧中的开销进行换算，因此像是同级别将官的工资、同地位战争武器都将以现代社会中的货币等量换算，你得明白。大天使号是 CE71年1月25号出港的，船员配备为大卫2人，分别是马流与木叔。我这边查到美国上尉的月薪根据工作内容与参军年限不同，在4000到8000美元之间。注意啊，这只是月薪，还不算其他各种福利。考虑到大卫实际上是要比上尉更高一些，2人一个是代理舰长，一个是联合王牌机师，咱们呀就按照顶配8000美元来算。少尉是巴基露露以及杰拉2人，副舰长的话按月薪5500美元来算，驾驶员按5000来算吧。曹长是神舵手1人，月薪4000美元左右吧。剩下3个有头有脸的都是武长，月薪在2500美元吧。整备班方面只有一个整备班大叔有不少镜头，这种技术军官的薪资啊还不太好查，大叔这种高级技术军官就按照月薪5000美元吧。大天使号还有一些其他一般士兵，也就是2等兵以及后勤人员和厨子啥的，包括后来加入的杰拉的小伙伴他们啊。这个查不到具体数量，不过从马流打算脱离联合时的决议会中可以看到，此时船员大概在80人左右。如果算上之前战斗中的一些牺牲或者减员，估计啊，在大天使号出港时也就100人左右，平均每人月薪算1800吧。那么大天使号一个月舰载人员的薪资就是在22.3万美元左右。当然了，这还不算各种福利和待遇呢啊，就比如说伙食费吧。马流他们虽然军衔高一些，但考虑到大天使号物资紧缺，就算是跟普通士兵一样的伙食，按照每人每天7美元来算，那就是每月2万1。收留的难民数量我还真没查到，也算100人吧。他们是1月25日上舰，2月11日离舰，就算这期间他们吃了1万美元吧，那么大天使号首月伙食花费为3万美元左右。关于机体维护的成本，一上来木叔的梅比乌斯零式就让客队踢了个秃，4个线筒炮全毁，主炮也被砍断。由于梅比乌斯零式在联合那边算最高端的 MA， 那么就拿芬兰在2021年购买 F-35时的采购价8200万美元，再乘个3倍来算，那就是差不多2.4亿美元。由于最贵的中控相关设备没有损坏，剩下的靠替换件就能修理，那么就算维修成本是1/4吧，也就是6000万美元。之后杰拉开始舰装强袭，没有将回旋镖回收，这也是个损失。C 的系的回旋镖按理说啊，应该是搭载着简易龙骑兵系统的，所以才有精确打击以及巡路能力，但是强袭的这个用的太少，而且也很少有返航的情况。咱们就算它只是单纯的基层装甲铁头头吧，价值算50万美刀，毕竟上面也有光束生成装置，所以首日总开销啊为6050万美元。1月26日，杰拉被阿斯兰钳住以后，为了充电，将原本的装备空战装，包括光束枪和盾牌都丢了。考虑到他们一直在逃亡，估计也没时间回去收集飘到宇宙的装备，那么空装价值我们就按2200万美元来算吧。毕竟这个东西啊高推力，体积也不大，在 C 的前期应该是能对比当代火箭发动机的造价的。光束步枪在 CE 早期跟 UC 一样是稀罕货，咱们就算600万一把吧。基层装甲盾牌算87万，也就是说吉拉这次换装花费了2887万美元，这还不算大天使号打出去的弹药。然后是1月27日，在王八要塞的战斗中，不小心王八要塞给扬了。粗略算了一下啊，尼高尔打掉了一个护盾生成器以及3架 MA， 而迪亚哥和伊扎克打掉了8架 MA， 再加上这宇宙港一炸，里面的战舰基本啊也是大破起步，宇宙港内的各种 MA、交通艇以及军事设施也基本玩完。这一幕呢，更是直接尬掉了2个少佐、1个少将，以及其他都没有资格出场的一般军官。这一笔抚恤金啊，也不是个小数目，这笔账可就不好算了啊。不过呢，王八要塞是隶属于欧亚联邦的，他的损失关我大西洋联邦什么事儿？不赔。2月7日，跟着弗雷
他爸一起升天的第8舰队先遣队，有纳尔逊级对舰攻击舰1艘，按照当今顶级的巡洋舰来算吧，50亿美元1艘；德雷克级护卫舰2艘，按照现实顶级护卫舰的价格来算吧，满打满算2艘20亿美元，外加舰载 MA 12架左右。参照 F-35的话，一架9000万，那就是差不多11亿。木叔的梅比乌斯零式引擎被打废，线筒炮也丢了至少2个，维修费算1个亿吧。今日开销82亿美元，这还不算军人的抚恤金以及打出去的弹药。2月11日与第8舰队会合前，吉拉扔了一把光束步枪600万，扔了一个光束军刀算50万吧，匕首貌似没扔啊。木叔被打爆了一个线筒炮1500万，大天使号局部集层装甲维修100万吧。今日开销2210万美元。2月13日，第8舰队为了掩护大天使号下降，牺牲了阿卡门农级宇宙母舰1艘，咱们就按福特级航母的130亿来算吧。纳尔逊级对舰攻击舰6艘以上，德雷克级护卫舰10艘以上，以及少说40-50架 MA， 光这些装备啊，少说就600亿起步，这还是按比较低的数量来算。按理来说啊，德雷克级护卫舰和 MA 应该会更多，价格按700亿算啊，都毫不夸张。咱们就折中一下，650亿吧。当然了，这依然没有算上军人的抚恤金。而扎夫特那边本次只出动了2艘劳亚级运输舰、1艘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以及10来台基恩和3台高达，并且用1艘运输舰就换掉了联合这边的宇宙旗舰，这个战损比啊，恐怖如斯啊！顺带一提，吉拉今日又把枪给扔了，扣600万，再加上强行突破大气层，外甲受损，修理下来少说1000万吧。今日支出650亿1600万美元。2月15日，在弗雷的 buff 加持下，吉拉发挥神勇，出战沙漠之虎部队几乎零损伤。弗雷牛逼啊！2月17日，吉拉扔掉盾牌1个，不过当时的沙漠之虎是撤退了。可以看到啊，后来吉拉又把盾牌给捡回来了。之后一直到2月28号都没有什么战事了，主角团出去购物都是奥布买单，甚至吉拉他们吃的饭都是虎爷请的。那么截止到现在，大天使号整整出击了1个月，为了掩护他到联合总部，设备加日常开销和工资一共花费了733亿2772万零3000美元，这还不算各种抚恤金、弹药以及欧亚联邦王八要塞的损失，要是都加起来，上万亿都是有可能的。而大天使号的造价按照福特级的10倍来算，也就是1300亿。所以只要把大天使号护送到联合总部，根据资料做出主天使号，大天使号本身啊，真的是一个纯扫把星。对于联合来说啊，拿来当诱饵确实是没什么可心疼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其实高达 C 的新剧场版 Freedom 就说了3件事儿：第一，命运计划就是错的；第二，拉克斯和吉拉就是纯爱战士；第三，阿斯兰真可靠，飞鸟真可爱。咱们一个一个细说啊。命运计划是错的，这个算得上是整部剧场版的核心思想。标题是 Freedom， 也就是命运计划的反面，虽然俗，但也取得恰到好处。我前不久刚做过视频啊，列举了官方设定集中的各种原文，来阐述命运计划的致命缺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视频啊。总之啊，官方给到的核心缺点就是：1. 以基因为唯一参考的强制管理的社会将要到来；2. 职业选择的自由不复存在，而且啊，这种制度也解决不了人们对工作的不满；3. 以在职的工作者会丧失自己辛苦获得的成就。该计划对现有社会的冲击啊是无法估量的。其实在 C 的 D 中，无论是给到议长的各种阴谋得逞的镜头，还是借由主角团之口说出的命运计划的不合理性，都是从剧中正面说明了该计划以及迪兰达尔议长的问题所在。只不过啊，有的观众就是喜欢阴谋论，就是喜欢四处宣扬所谓的黑料，所以啊，剧组才在设定集中进一步说明了命运计划的问题。然而结果就是这些人无视了剧中直截了当的解释，硬要自行脑补正义的议长以及拯救全人类的命运计划被腹黑拉克斯大魔王和战争机器吉拉消灭。你说他看剧就喜欢以偏概全，干脆直接给他看设定吧。他又说设定集里边都是后着不的，不听王八念经。这下好了，编剧直接拿出一整部剧场版，就是要重拳出击，直截了当的说明命运计划这种基于武力压制以及控制人生自由的东西，就是不应存在于人类社会当前的普世价值观中的。比如有人说命运计划是自愿的，尽管 C 的 D 中不愿接受命运计划的大西洋联盟总统都被议长给扬了，但他们啊可能是看剧理解能力比较差，或者记忆会间歇性断片，硬是要无视这一幕。这下剧场版倒好了，直接安排反派反复嘟囔，你不服我就拿镇魂曲干你奥布，就是要弄死你奥布。相信通过这样的描写手法，那些间歇性失忆的观众总不会再无视武力镇压的事实了吧。再比如大家都说生下来就定好了道路，只要照着走就是幸福的，剧组呢也是直接拿拉克斯开刀，拉克斯生下来就该跟黄毛配对，而且一旦配对成功还能统治世界。但对于拉克斯来说，这真的是幸福吗？太生动形象了啊！换到命运计划
就是你生下来就是应该当总统的料，权力够大了吧？可有人啊，他就是喜欢成天去网吧打电动，把他强行按到主席台上去演讲，他真的幸福吗？而且制作组也很巧妙，一上来先让主角团自我质疑，难道当年阻止命运计划错了？让支持命运计划的人啊有了充分的代入感，然后呢，再在后面的剧情中就是各种错个屁就该弄死命运计划，可以说是真的把人骗进来杀。然后呢是第二点，很多动漫剧情虚无主义者以及阴谋论爱好者都会把拉克斯想象成处心积虑、暗中操作，一步步上位夺得大权的恶女，而吉拉呢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俩人呀是看谁不顺眼就干谁。把一掌干了以后，解决世界纷争了吗？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剧场版关于这一点啊也是明说了，吉拉、拉克斯这俩就是纯的纯爱战士。你说拉克斯为了权力算计身边人，那人家面对黄毛的一起统治世界的邀请，可是完全不为所动啊！而且他满脑子里边只有吉拉，吉拉开心他就开心。换吉拉那边也一样，剧场版里的吉拉依然被克队当年说那句话所困扰，那就是他只会战斗，别的干啥不行。要么说克队真的是领先版本30年呢，后面的反派啊不过是克队理论的拙劣模仿者罢了。不过最后吉拉也想通了，自己可能确实不是干政治的料，但只要拉克斯开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尔虞我诈，没有什么政治手腕。剧组摆明了说了，我们就是在拍偶像剧，你们别给他俩加这么多戏，人家俩谈恋爱关政治屁事儿。最后的第3点就是扶正了阿斯兰的形象，提高了飞鸟的待遇。CDD 中的阿斯兰啊，优柔寡断，磨磨唧唧，不是被女人纠缠，就是被兄弟硬刚，属实是跌份儿。然而剧场版中的阿斯兰那是纯的救火队长，吉拉要黑化，用自己的军体拳修正丫呢；反派要读心，用卡加利的身体震撼丫呢；主角要团灭了，没关系，阿斯兰会救他们的；敌人太强，没关系，阿斯兰会想办法羞辱他们的。甚至啊，他初登场时的音乐还有几分飒爽的瞎压的感觉，观感直接拉满啊！再说飞鸟，基本上大多数看完 CDD 的对这个角色啊都不会太喜欢，但飞鸟其实是在原剧中偶尔可爱一下也相当讨人喜欢了，这下剧场版里边直接成了吉拉的小跟班了，一口一个大和队长，甚至阿斯兰修正吉拉时都想要上去护着点队长，对敌人啊那也是恶意满满，把主角团不方便展露出的敌意一个人包圆了。这种嘴臭小孩突然成为自己人，把对面一顿喷的感觉，不得不说是真的舒服。而且飞鸟那直肠子性格、对命运高达的热爱，以及在战场上不过脑子的战斗方式，基本承包了全剧80%的笑点，另外20%呢则是由下头狼和震惊亚瑟包圆。所以说呀，这部剧看下来基本上就是又打了一遍命运计划，但你说主角团给出什么和平方案了吗？没有。可话又说回来，为啥一定要给出呢？多少高达剧除了00全人类集体飞升，又有哪个剧真正解决纷争了呢？我倒是觉得啊，放弃这些当代编剧根本不擅长的文戏，让情怀和喜悦充满整个影片，这无疑是这部剧场版最成功的地方，真是活该他拿下高达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